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位来自湖南的辣妹子小芳，嫁到了台湾台东，婚后才发现台湾男人和大陆男人的差异也太大了吧，这差异简直让她目瞪口呆，震惊的不要不要的。小芳是湖南长沙人，那叫一个辣，不仅是吃辣，性格也是火辣辣的那种。在大学里学的是旅游管理，毕业后在长沙一家旅行社工作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她常常带团去台湾旅游。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旅行中，她遇到了现在的老公阿强。阿强是台东人，在当地经营一家民宿，家里还有几亩果园。第一次见面时，小芳带团队去阿强的民宿住宿，阿强那种温柔体贴的态度立马让小芳心动不已。要知道，小芳之前交往过的大陆男友都是那种大大咧咧、豪爽但有时候粗线条的类型，而阿强不同，他安静、细致，做事情一丝不苟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简直就是小芳梦想中的暖男啊！哎呀妈呀，这男人咋这么细心呢？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喜欢吃酸菜鱼，他第二天就特地做给我吃，还记得我说过不能放太多辣。小芳当时就这样和闺蜜分享她的惊喜，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跨海恋爱，靠视频通话维持了1年多的感情。期间，阿强来大陆见了小芳的父母，那礼数周到的表现让小芳父母连连点头。而小芳也去了台东，见了阿强的家人，发现台东虽然不像台北那么繁华，但生活质量却出奇的高。天啊，我以前还以为台湾农村会很穷呢，结果人家这叫质朴，好不好？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，屋子也都是独栋的，果园里的水果随便摘，空气好的不要不要的。小芳参观完阿强家后，兴奋地和闺蜜通话。就这样，在相恋2年后，小芳决定嫁到台东，成为一名陆配。婚礼办得很温馨，阿强尊重小芳的意愿，婚礼融合了两地的习俗。小芳当时觉得自己简直是捡到宝了，殊不知婚后的生活还有很多惊喜等着她。婚后第一个让小芳震惊的是台湾男人的家务活能力。阿强不仅会做饭，而且做得特别好吃。他会腌制各种小菜，会做传统的台湾卤肉饭，连小芳爱吃的湖南菜他都学得有模有样。我的天啊，我老公竟然比我还会做菜！在湖南，我认识的男生基本上厨房都是禁地，最多会煮个方便面，可阿强连红烧肉都能做得香气四溢。小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更让小芳惊讶的是，阿强每天下班回家都会主动做家务，洗衣服、擦地板、收拾屋子，样样都做得井井有条。小芳一开始还觉得不好意思，总想抢着做，但阿强却说，你刚来台湾，要适应的事情很多，家务这种小事，我来做就好啦，这也太贴心了吧。我之前在长沙的闺蜜们，哪个不是天天为了让老公做家务而头疼？我倒好，还得和老公抢家务做。小芳简直不敢和国内的闺蜜们分享这些，怕她们羡慕嫉妒恨啊。第二个让小芳震惊的是台湾男人的消费观念。阿强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生活却极有规划。他会精打细算、记账，每个月都会存一部分钱，用于将来的规划。而且他对物质的要求并不高，不追求名牌，但注重品质和实用性。真是奇了怪了，在大陆，不少男生都喜欢显摆，买个手机都要最新款，开个车也要有面子。可阿强呢，手机用了5年的老款，说还能用就不换，衣服也是简单大方的风格，一穿就是好几年，但他对我却很舍得花钱，说我是他的宝贝，值得最好的。小芳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然而，真正让小芳大跌眼镜的是台湾男人和家人的关系。阿强非常孝顺，每周都会带小芳去看望父母，而且不是那种形式上的看望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关心老人家的生活起居。阿强的爸妈年纪大了，阿强会帮他们打扫卫生，陪他们聊天，带他们去看医生，甚至会给爸爸修剪指甲，给妈妈按摩肩膀。这种细致入微的孝顺让小芳十分感动，也有些自愧不如。我以前在长沙时，最多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母，平时工作忙，很少有时间陪他们。可阿强却把陪伴父母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这种细水长流的孝顺真的很感人。小芳开始反思自己对父母的关心是否足够。
婚后半年，小芳逐渐适应了台东的生活，也开始在当地的一家旅行社工作。她发现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超她的想象。虽然台东不像台北那么繁华，但基础设施完善，医疗、教育资源丰富，公共服务也非常人性化。我之前还以为台湾除了台北，其他地方都很落后呢。结果发现我们台东虽然慢节奏，但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。医院看病不用排长队，社区图书馆书籍丰富，连路边的公厕都干净的可以吃饭。小芳惊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水平。工作中，小芳也发现台湾男同事的工作态度和大陆有很大不同。他们做事讲究效率，但不会拼命加班，注重团队合作，但也尊重个人空间，服务意识强，但不会卑躬屈膝。在长沙，加班是常态，领导一句话，下班时间就飞走了。但在台湾，准时下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老板从不强制要求加班，就算有紧急任务，也会问可以加班吗，而不是直接命令。小芳对这种工作文化感到既新鲜又舒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芳和阿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阿强总是会用各种小惊喜来表达他的爱意，比如在小芳生日那天，他不仅准备了蛋糕和礼物，还特地去学了小芳最喜欢的湖南歌曲，用吉他弹唱给她听。老天爷啊，他唱的虽然不怎么样，但那份用心真的让我感动得眼泪哗哗的。在大陆，我交往过的男朋友最多就是发个红包，订个餐厅就算过生日了。可阿强却能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意，简直太暖心了。小芳对阿强的这份情感表达方式赞不绝口。当然，婚姻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，小芳和阿强也有争吵的时候，但阿强处理矛盾的方式又一次让小芳大开眼界。有一次，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了。在小芳的印象中，大陆的男生吵架时，要么大声吼叫，要么直接摔门而去，很少有心平气和坐下来沟通的。但阿强不同，他先是冷静下来，然后找了个两人都有空的时间，煮了2杯茶，坐下来慢慢谈。我们坐下来，他先是说了自己的感受，然后问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，真的是好好说，好好谈，不急不躁。最后我们不仅解决了问题，关系还更亲密了。这种沟通方式简直太理性了吧！小芳对阿强的情绪管理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婚后1年，小芳怀孕了，这时候阿强的表现更是让小芳感动不已。他变成了超级奶爸预备役，买了一堆育儿书籍认真学习，陪小芳去做产检，每天变着花样给小芳做孕妇餐，晚上还会给小芳的肚子讲故事，放音乐。这也太细心了吧！我怀孕之后，他连我用的护肤品都要研究成分，看看对胎儿有没有影响。睡觉时，他会给我准备各种枕头，让我睡得舒服。早上起床，他都是蹑手蹑脚，生怕吵醒我。小芳对阿强的这种体贴感到无比幸福。小芳的娘家人来台湾探望她时，也被阿强的表现所折服。小芳的爸爸原本还担心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会受委屈，但看到阿强对小芳的好，以及台东优越的生活环境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爸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嫁到台湾一点都不苦，阿强对我比我对他还好呢。你们回长沙后，可一定要告诉那些瞎操心的亲戚，台湾男人真的很会疼老婆。小芳骄傲地向父亲炫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小芳的妈妈也被阿强的厨艺所折服。阿强不仅学会了做湖南菜，还把台湾的特色美食交给了小芳的妈妈。两人在厨房里相谈甚欢，亲如母子。真没想到啊，女婿不仅会做菜，还这么有耐心教我。我在长沙的那些亲戚家，女婿有几个会下厨的，大多都是老婆伺候着。看来我女儿真的是嫁对人了。小芳的妈妈逢人就夸阿强。小芳的父母回湖南后，将女儿在台湾的幸福生活传遍了亲朋好友，许多人都不敢相信，觉得小芳是在凡尔赛，故意夸大其词。但小芳才不管他们信不信，她的幸福是实打实的。随着预产期的临近，小芳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台湾男人的贴心。阿强不仅准备了详细的待产包，还在家里囤了一大堆婴儿用品。他甚至报名参加了准爸爸培训课程，学习如何照顾新生儿和产后妈妈。这也太专业了吧！他竟然还学会了如何给新生儿洗澡。
换尿布，还知道月子期间我不能碰冷水，要吃什么补品。在湖南，我那些当爸爸的表哥们，有几个会这么细心准备的？大多数都是等孩子出生后，全权交给妈妈和婆婆照顾。小芳对阿强的用心感到既惊讶又感动。终于，小芳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叫阿香。既有台湾的阿字辈，又有湖南的香字，寓意着两地的美好结合。产后的日子更是让小芳感受到了台湾男人的与众不同。在湖南，产妇坐月子基本上是由婆婆或娘家妈妈照顾的，丈夫最多就是买东西，很少参与实际照顾。而阿强却全程参与照顾小芳和宝宝，半夜宝宝哭闹，都是他先起来查看，然后才会叫醒小芳喂奶。哎呀妈呀！我这月子做的也太舒服了吧！阿强不仅每天给我炖汤，煮各种营养餐，还会帮我按摩腿部，防止血栓，帮我清洗身体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而且他照顾宝宝的技术简直比我还熟练，换尿布、哄睡、拍嗝，样样在行。小芳在月子群里分享自己的幸福时，引来了一片羡慕嫉妒的声音。月子期结束后，小芳更加确信自己嫁给阿强是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。阿强不仅是个好丈夫，还是个好爸爸。他每天下班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陪宝宝玩耍，给宝宝洗澡，哄宝宝睡觉。而且他从不觉得这是在帮妻子的忙，而是把这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台湾男人的育儿观念真的很先进。阿强从来不觉得带孩子是女人的事，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是平等的。他甚至会主动请假带宝宝去打疫苗，记录宝宝的成长曲线，参加育儿讲座。在大陆，我认识的那些男性朋友，有几个会这样做的，大多数都觉得带孩子是女人和老人的事。小芳感叹道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芳越来越适应台东的生活，也渐渐明白了台湾男人与大陆男人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的根本差异。首先是处事态度的不同。台湾男人做事情往往温和有礼，不喜欢冲突，凡事讲求和气生财，而大陆男人则更加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处事风格更为强势。有一次，阿强的民宿遇到了一位蛮横的客人，对房间的设施百般挑剔，态度恶劣。按照小芳在大陆的经验，这种情况下肯定要据理力争，不能让客人太过分，但阿强却选择了忍让，先安抚客人情绪，然后再慢慢解决问题。我当时真是看不下去了，那客人明明就是无理取闹，阿强却还点头哈腰的。我在旁边急得直跺脚，恨不得自己上去对喷一番，但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。阿强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不仅平息了客人的怒火，最后那客人还主动道歉，成了回头客。小芳不得不承认，阿强这种柔中带刚的处事方式，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比硬碰硬更有效。其次是对待金钱的态度不同，台湾男人普遍较为节俭，注重长期投资和规划，而大陆男人则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，有时甚至会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去消费。阿强虽然家境不错，但平时的消费却很理性，他会精打细算地规划家庭开支，每个月都会存一部分钱，用于将来的教育基金和养老金。而小芳认识的一些大陆男性朋友，即使收入不高，也要买名牌、开好车，有时甚至会负债消费。台湾男人真的很会过日子。阿强对自己的东西能省则省，但对家人却很舍得花钱。他给我和宝宝买东西从不计较价格，但给自己买衣服却能讨价还价半天。而且他特别注重保险和投资理财，总是为家庭的未来做长远打算。这种既不铺张浪费，又不过度节俭的消费态度，真的很值得学习。小芳对阿强的理财能力赞不绝口。再次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，台湾男人比较含蓄内敛，不善于用言语表达爱意，但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而大陆男人则相对直接，喜欢用语言和礼物来表达感情。阿强很少对小芳说我爱你这样的甜言蜜语，但他会记得小芳的每一个喜好，在生活中处处为她着想。比如知道小芳怕冷，冬天睡前总会先暖好被窝；知道小芳喜欢吃湖南的剁椒鱼头，就专门学做这道菜；知道小芳喜欢看什么电视剧，就默默记下更新时间，提醒她准时观看。大陆男人谈恋爱时，嘴上功夫了得，各种情话张口就来，
但婚后那些甜言蜜语往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而台湾男人恰恰相反，表面上看起来不够浪漫，但实际上处处体贴，用行动证明爱情。这种形胜于言的爱情表达方式，虽然不够轰轰烈烈，但却更加踏实可靠。小芳慢慢领悟到两地男性情感表达的不同。此外，台湾男人和大陆男人在相处模式上也有很大差异。台湾男人普遍尊重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，而大陆男人则更倾向于主导型的相处模式。阿强从不干涉小芳的交友和社交活动，也尊重她的职业选择和个人爱好。小芳想学画画，阿强二话不说就给她报了培训班。小芳想去台北参加旅游展，阿强主动请假照顾宝宝，让她无后顾之忧的出差。在大陆，我有些闺蜜的老公特别爱管控，出门要报备，回家要准时，交友要审查，简直跟老大哥一样。但阿强从不这样，他尊重我的个人空间和决定权。我们的关系更像是平等的伙伴，而不是谁主导谁。这种相互尊重的相处模式让我觉得特别舒服。小芳感受到了真正的婚姻平等。当然，台湾男人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比如阿强有时候优柔寡断，做决定慢半拍，有时候太过理性，缺乏大陆男人那种敢闯敢拼的冲劲，有时候太过注重礼节，显得有些拘谨。台湾男人确实普遍比较温吞，遇到问题喜欢思前想后，不像大陆男人那样雷厉风行。阿强有时候连去哪家餐厅吃饭这种小事都要考虑半天，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还有就是太讲礼貌了，明明对方很过分，他还是笑脸相迎，让我这个湖南辣妹看了直着急。小芳笑着说道。不过瑕不掩瑜，小芳依然认为台湾男人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，尤其是在家庭责任感这一点上，台湾男人普遍比大陆男人更强。阿强不仅关心自己的父母，也很照顾小芳的父母。每次视频通话，他都会主动和岳父岳母聊天，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。小芳的爸爸生日时，阿强还特地从台东寄了当地特产和亲手写的贺卡过去，让小芳的父母感动不已。真没想到啊，隔着海峡，阿强对我父母的关心一点都不少。他甚至还计划着接我父母来台湾常住，说要亲自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。这份孝心和责任感真的让我很感动。小芳对阿强的家庭观念深表赞同。随着在台湾生活的日子越来越长，小芳也渐渐意识到，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超她的想象。台湾不仅在经济上发展得很好，在社会福利、环境保护、公民素质等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。台东虽然不是台湾最繁华的地方，但基础设施完善，公共服务优质，人们生活悠闲而有质量。小芳特别喜欢台东的慢生活节奏和浓厚的人情味，这里的邻居们互相帮助，社区活动丰富多彩，让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以前在大陆，总觉得台湾就是个小破岛，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低。但真正生活后才发现，台湾的发展模式和大陆不同，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。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多高楼大厦，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却很高。小芳慢慢改变了对台湾的固有印象。现在，小芳和阿强的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，他们不仅经营着民宿，还开始尝试农产品电商，将台东的水果销往大陆。小芳负责市场和客户，阿强负责生产和物流，两人优势互补，生意越做越好。我们就像一对完美搭档，阿强做事细致稳重，我做事雷厉风行，他负责内政，我负责外交，各展所长，配合默契。小芳对这种合作模式非常满意。如今，小芳已经完全融入了台东的生活，她不仅学会了闽南语，还结交了许多当地朋友。每到周末，他和阿强就会带着阿香，要么去海边玩沙子，要么去山上采果子，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超级幸运，嫁给阿强，来到台东，不仅拥有了美满的家庭，还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。虽然有时也会想念湖南的辣椒和亲人，但台湾已经成为我真正的家了。小芳感慨道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都像小芳这么幸运，也有一些人因为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矛盾，甚至导致婚姻破裂。但小芳认为，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够相互理解、包容和适应。
跨海婚姻确实不容易，需要双方都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理解。我和阿强之所以能够幸福，是因为我们都在努力适应对方的文化和习惯。我学会了台湾人的温和处事方式，他也学会了欣赏我的直爽和活力。这种相互欣赏和包容是婚姻幸福的关键。小芳分享着自己的心得。如今，小芳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台湾的生活点滴，吸引了不少关注。有些大陆女孩看到她的故事后，也萌生了嫁到台湾的想法。对此，小芳总是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，台湾男人确实普遍比较体贴、顾家，但也不是个个都是完美老公。选择伴侣要看人品和性格是否匹配，而不是简单的看国籍和地域。跨海婚姻有甜蜜，也有挑战，一定要慎重考虑。小芳用自己的经历为那些憧憬台湾婚姻的女孩们提供建议。回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，小芳深感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她不仅收获了幸福的婚姻和可爱的宝宝，还开阔了视野，改变了思维方式，成长为一个更加独立、自信的女性。嫁到台湾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两岸之间有这么多不同。无论是男人的性格特点，还是社会的发展模式，都各有千秋。与其争论哪边更好，不如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毕竟我们同根同源，都有着中华文化的基因，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出了不同的特点。小芳对两岸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。现在，小芳最大的心愿就是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，这样她就能自由地往返于台湾和湖南之间，让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能经常见到小阿香，也让小阿香从小就能同时了解两地的文化和历史。最后，对于那些好奇台湾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子们，小芳想说，台湾男人和大陆男人各有优缺点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总的来说，台湾男人确实更加细致、体贴、顾家，更尊重女性的独立性，也更懂得经营婚姻和家庭。当然，前提是你遇到了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因为无论在哪里，真爱才是婚姻幸福的基础。好啦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芳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，也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。下期见。